今天来到芙蓉皇，他们家是成都最便宜的米其林1星，听说有几个川菜做的还挺不错的，过来好好学一下。但是他们的招牌做的特别不明显，楼顶有一个，然后楼下面有一个。好，跟我走吧。刚刚走错了。 雪花鸡酪上来了，这个分量感觉不是特别大，我先尝一下味道怎么样。软软糯糯的，你看上面撒的这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上面撒的这是火腿粒，整道菜是咸鲜口，这道菜68块钱，很费功夫的这道菜，做的不好就是吃到嘴里满嘴沙。这道菜还可以演变什么嘞？芙蓉鸡片，也是同样的材料，只不过芙蓉鸡片是把它做成浆，到油里面炸，炸完之后。 用那个开水烫一下，把那个油洗掉，重新烩出来，也是咸鲜味的。其实这个菜不费材料，费功夫。你想嘛，用刀背在那捶，你不能剁，一剁的话，里面那个筋就剁在里面了，哦，口感就不好了。捶，然后再把筋挑出来。对，边捶边挑筋，这是一个费人工的菜，这材料不值什么钱。这个叫土罐煨花肉，实际上就是五花肉啊，你看。 1层、2层、3层，这个五花肉特别瘦啊，选材还可以是吧？对，这个选材上面还可以，至少瘦肉多，肥肉1层肥1层瘦，1层肥1层瘦。它这个猪肉质量比较好，红烧肉我喜欢吃肥的，因为瘦的会塞牙。太嫩了这个肉，这个肉估计得煨2个小时。88块钱，感觉怎么样？88块钱，你别看这里没几坨肉哈。 我们干厨师的就知道，这个肉你看没几坨，但是每一坨都不小。这里的生肉的时候估计得有1斤多，肉经过炸了之后呢，它不容易炖烂，但是它不容易烂是外面不烂，但是里面一咬就烂。你看这个我给你掐一下，你看到没？这个肉轻而易举，你看里面容易烂，看到没？这个是肥肉，很容易烂，对吧？这个油在里面呢，吃着不腻。 这个就是他做的比较好的地方，这道菜学习了，真的学习了，再吃一道。但是我感觉他这有一个问题，我感觉他这个品相不是很好。这个是新鲜肉做出来的，它的肉会胀开，会炸开。怎么做的它可以不膨胀呢？像这种啊，做的方方正正的是吧？它得先冻，放冰箱里面冻，用那个模具把它压平，然后冻硬，冻到要硬不硬了，然后再拿出来再煮，煮完了之后再用那个给它压一下。 肉经过一冷一热一冷了之后，再切来烧，它就不会变形了。家常豆瓣炒鱼78，服务员一上菜的时候，他头是朝着这边，这明显不对。我师傅教过我，头朝左边，肚子朝着客人这一边。如果这样反着来的话，就是对客人的一个不尊敬。但是在我们四川好像没有这么多的讲究。这个是草鱼，大概了1斤3两左右。然后这个拿上来一看。 都米其林餐厅了啊！这个鱼和这个盘子明显不搭呀。你看鱼头都到这来了，尾巴都出来了。它这剪了2刀，明显是为了美观，不是说让这个鱼尾巴不凸出来。这盘子得改进一下。现在吃一下鱼肉，啊，鱼肉最好吃先吃这一块，从鱼肚子上剥下来，这一块没有什么刺，尝味道。这个鱼呢，不是现杀的。 但是一定是今天杀的，然后这道菜是我们川菜比较出名的一道菜，看到没？2流芡就是流下来的时候，你看里面的葱姜蒜调料跟着一起流动，搞到鱼上面它能贴上去，这个叫做2流芡，味道咸鲜、微辣，一个家常味儿，带一点点酸，对的，这个味道是对的。然后这条鱼很明显，主厨是下锅嗦了一下油的，你看这个尾巴，看到没？ 啊，脆了！为什么要缩油呢？为了让它出菜更快。在以前，豆瓣鱼，你要是缩油的话，我会觉得你这条鱼不新鲜。越不新鲜的鱼，越要去缩油；越现杀现宰的鱼，就不用缩油，直接下锅烧。而且这条鱼还不能烧得很久，你烧久了，这个肉就不活。但是你看，它这个鱼烧的火候是可以。 这道菜呢，我有一点建议，就是盘子得换一下，得换一个下面得烧个什么酒精什么的，让它一直热。这种菜一旦凉了，肯定腥，因为中间的肉是没有烧透的，
它这个鱼就不能久烧，烧久了鲜活度就没有了。我是觉得下面可以再加一个酒精，让它保温。宫保鸡丁48，这个上来一看就是传统做法。宫保鸡丁见油不见汁啊，这个汁都挂到了鸡丁上面，你看品相是可以。我先尝一下味道，有胡辣味，有咸香味，然后口感比较嫩，吃得出一点点酸味，但是明显这个甜和酸它是成正比的。作为小荔枝口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菜得酸大于甜。我在北京吃过一个宫保鸡丁，番茄酱齁甜。但是这个还是比较偏向传统的，对吧？偏传统。然后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？我觉得这里面少了花椒。还是完全没有的？我没看到。这个菜的花生米实际上应该怎么着？不应该放在这个鸡丁里面一起勾芡，应该勾完芡打完亮油了之后再放这花生米。一旦勾完芡了之后它有水啊，有水这花生米就不脆了。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做法啊。这个花生米最后放，只是我是最后放，保证它的脆度。烧白回锅58，我先尝一下上面撒的是什么东西。这个上面撒的不是黄豆炒香了磨的粉，就是坚果类的磨的粉。所以说这是一道甜点，对吧？也不叫甜点，甜菜。我们老家有做那个八宝糯米饭，类似于这种。但是它这个吧，它是把那个肉搞在里面了，所以我要吃一下。我也没吃过，吃大块一点，试一下。这个就是糯米饭，把那个烧白放在上面蒸的特别软，搞出来全部往锅里面倒，用勺子把它搅得很碎很碎。糯米高热量，肥肉高热量，糖高热量。碳水炸弹嘛，就是糖油混合物。觉得刚才那勺子一勺子就够了，这东西不敢吃多了。这个，你们发现这里吃饭很热，空调不够，进来一直都在冒汗。还有这个环境太吵了。如果说你坐在我对面的话，我得这么说话你才听得到。我感觉可能以前它还是更偏向于商务宴请，成为这米其林之后，它做了一些改造。可能在现有的条件下，这个就已经能做到极限了。嗯。特别忙，你看现在1点多了，还你们1点多还在排队啊？哦，你们厨房可以看一下吗？厨房你可以参观，但是不拍，可以，拍摄的，可以，不拍。两个人。好，我去。对，我可以带你进去。好。因为厨房。好。现在结束了，厨房有点乱。好。整体来说呢，芙蓉皇的菜还是不错，性价比也不错，不愧是这个最便宜的米其林1星。然后老板娘也带我们去看了她的厨房，她的厨房300多个平方，厨房占到了她营业面积的1/3，它的里面的菜几乎没有预制的，都是人工当天做当天卖的菜。希望下一次我探下一个店，我可以带上摄像机进到厨房里面，分享更多厨房的一些知识给大家，然后带大家看一下别人是怎么做的，有好的地方我们也要去学习，毕竟嘛，我们以后也要开中餐厅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。